总裁大姐也重生了，她好像知道当年那场烧死我的大火并不是意外，也知道那个她百般呵护的贾少爷未来会窃取公司机密，最终将我们全家囚禁在地下室，折磨致死。而死前的她才幡然醒悟，原来那个不受重视的我一直在缝补这个破碎的家，只是一切都晚了。此刻，大姐南如烟猛然意识到，今天正是我被迫离开南家的日子。既然上天给了我重来一次的机会，这一次我绝不会再放手。南艺，你越来越没规矩了，不就是个破玩具吗？卫东又不是故意的。门外传来二姐南姿的敲门声，我想起前世死于火海的痛苦，猛地打开房门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珍惜这段只会让我伤痕累累的亲情。南姿用鄙夷的目光扫了我一眼，我就知道这个捡来的弟弟只是在装模作样，想吸引我们的注意力罢了。卫东红着眼眶躲在南姿身后，怯生生地说：“二姐，南艺哥哥他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怪他。”听到这一番话，我无奈摇了摇头。明明是卫东把我的玩具摔坏了，现在居然需要他原谅我，当真是可笑至极。卫东，你就是太心软了，要是南艺这家伙下次还敢欺负……南姿的话还没说完，我举起手中断掉一只手臂的玩具，狠狠砸向地面。对不起，是我不该与卫东争。或许曾经我将这件南姿送给自己的玩具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，但现在已经无所谓了。南姿愣住了，怎么可能？他明明最在乎这个玩具的。楼下的人听到动静，纷纷上楼查看。南艺，你现在怎么越来越没大没小了？妈妈看着卫东那泪眼汪汪的模样，心疼地把他抱进怀里安慰。我倚在门框旁，冷眼看着他们表演。爸爸见我满不在乎的样子，刚要发火训斥，却忽然看到楼梯口站着的南如烟。他现在不是应该还在公司加班的吗？如烟姐姐。卫东看到他，立刻兴奋地冲上前，想投入他的怀抱。呵呵，南艺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可下一秒，南如烟却一把将他推开，毫无防备的卫东跌倒在地，愣住了。南艺，跟姐姐走。南如烟不顾众人的惊讶目光，上前一把拉住我。得先把南艺带走，不能再让他留在这个家。毕竟现在只有我知道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卫东，可就算我说出来，也不会有人相信。你这是……我看着拉着自己的南如烟，不由得皱了皱眉。我记得这个所谓的大姐不是最讨厌我的吗？而且她不是一直认为之前丢失的项链是我偷的吗？现在又是搞哪一出？南艺，姐姐带你去公司，这段时间先跟姐姐住好吗？我不能暴露自己重生的事情，那样的话弟弟便不会再相信我了。看着我们离去的背影，被推倒在地上的卫东也是彻底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当我跟随南如烟来到南氏集团时，我甩开她的手，皱眉质问：“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南艺，姐姐不是说了吗？这段时间先跟姐姐住，姐姐想多了解你一点。她眼神中那份炙热与诚恳让我一时无措。你没生病吧？脑子烧坏了？这真的是南如烟，她竟然称我为弟弟。要知道，以前她连话都懒得和我说，更别提主动了解我了。这时，戴着墨镜的三姐南雪便向着两人走了过来。她是来找南如烟帮忙的，只是看着我们的手居然牵在一起，顿时怒上心头。南艺，你干什么？她一把将我推开，将南如烟护在身后。我本就营养不良，被她这么一推，顿时感到一阵晕眩。你疯了吗？见到我摇摇欲坠的模样，南如烟急忙挣脱南雪，冲上前将我抱住。南雪震惊了，大姐，这南艺刚才是不是想对你动手动脚？快离他远点！我被他气笑了。南雪，你脑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？你居然敢骂我！他上前就要动手，下一秒，一记响亮的耳光甩在他脸上。南雪，你给我冷静一点！此刻，南如烟终于体会到我这一年来在南家遭受的偏见和冷漠，那种深深的无力感，简直要把他溺死在偏见的深渊海洋中。大姐，你居然为了这个野孩子打我！南如烟叹了口气，别再无理取闹了。南艺他没有做错什么，错的一直是我们。我怔住了，他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，但我不会因为他的一句话便再次回到那个写着亲情的深渊。说不定他是在计划着什么，想彻底把我赶出南家罢了。只是不需要他赶，等过几天我成年了，自然就会与南家断绝关系。我不想再被自己期待了16年的亲情伤害，这一世我只想远离南家，回到属于我自己的生活。大姐，你在说什么？是不是南艺威胁你了？你忘了他之前偷你项链的事吗？他根本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。什么叫错的是我们？我没有错，错的是南艺才对。项链不是南艺偷的，这件事我会调查出证据的。还有，其实当年救你的人并不是卫东，你可以自己慢慢去调查。我不能把一切直接说出来，就算说了他也不会信。只有他自己找到真相，才会明白这一切。说完，他便拉着我走进南氏大楼，只留下正在原地的南雪。什么意思？救我的不是卫东，姐到底在说什么？电梯里，我冷着脸看向南如烟。别装了，有什么话就直说。我过几天就会离开南家，你放心好了，别在这跟我演戏。这些所谓的家人，不就是盼望着我滚出南家吗？那就如他们所愿就是。当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时，香气扑鼻而来。南艺饿了吧？这些是姐姐特意为你买的。不必了，我不饿。那姐姐喂你好不好？接着，在我震惊的眼神中，南如烟居然真的拿起筷子，夹起一块红烧牛肉递到我面前。是太烫了吗？那姐姐帮你吹吹。我实在绷不住了。你要是真没事，那我先走了。明明之前最渴望的亲情就摆在眼前，但我却不敢去触碰。我害怕南如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欺骗我，我不想再被伤害了。那姐姐送你可以吗？天都黑了，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回去。我点头。那你送我到城郊孤儿院就行。不行。他猛地站起身来。为什么？我走了，你们不是应该高兴才对吗？不可以，南艺，姐姐跟你一起回家。
姐姐会保护好你的，我绝对不允许弟弟再受到伤害，我要帮他讨回本该属于他的一切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答应和他回南家。反正也不差这几天，等过几天我成年了再离开也不迟。与此同时，南家别墅内，卫东躲在自己房间的浴室里，偷偷拨通了生父的电话。原本我是没打算再次对便宜哥哥下死手的，但今天南如烟的反应却是让我产生了浓浓的危机感。南艺，要怪就怪你自己该死。当我们回到南家别墅时，南晴和刘如正坐在客厅沙发上。你还知道回来？给我滚过来给你弟弟道歉！我看着南父暴怒的模样，没有之前一丝一毫的恐惧，正想反驳，却被南如烟护在身后。我记得之前便是父亲暴怒，一脚把弟弟踢到吐血，这次无论如何我都要保护好弟弟。如烟姐姐，是不是我有什么惹姐姐生气的地方？卫东连忙上前想要拉住南如烟的手。我可不是你的姐姐，你一个养子有什么资格叫我姐姐？南如烟看着面前装出一副可怜模样的卫东，只觉得恶心至极，毫不犹豫地拍掉了他伸来的手。这番举动不仅让卫东愣住，连我都陷入短暂的震惊之中。是不是我出现幻觉了？这些话居然会从南如烟的口中说出来。如烟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刘如连忙把卫东护在身后。我在说什么？你为了一个养子对你亲儿子视若罔闻，你觉得我在说什么？南如烟毫不犹豫地拉起我的手上楼，但不是带着我回到之前的保姆间。刘叔，把这些东西全都给我扔出去，把南艺房间里的物品都搬过来。此话一出，刚上楼的南府等人也是愣住了。如烟，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？那间保姆房能让卫东住吗？给南艺换一间客房不就行了？南府皱了皱眉，平常十分稳重的如烟怎么突然变成这副模样？没关系的，既然姐姐想要我把房间让给南艺哥哥，我搬出来就是。卫东的声音带着哽咽，说着就要上前收拾东西。刘如立马拦住了卫东。如烟，要不明天再说吧，明天再找人来为南艺装修客房。看着面前的三人，南如烟瞬间怒火中烧。你还知道你亲生儿子住在保姆间啊？面对南如烟的怒吼，刘如也是注意到这件事的重点。好像儿子自回到南家以来就一直住在保姆间，那今晚就让南艺和卫东住一晚吧。妈妈明天找人给南艺装修客房好吗？此话一出，南如烟差点气笑了。她走进卫东的房间，将所见的衣物、被褥、各种模型统统扔到走廊上。不把房间留给南艺，就都别住了。看着南如烟那近乎疯狂的举动，我呆住了。他到底是为什么？明明之前他看见我都会躲着我，不管我如何讨好都没有任何回应。南如烟，你是要气死我吗？卫东更是被吓得小脸煞白，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居然是真的。我说了，要么南艺今天就住进来，要么就全都别睡了。无奈之下，刘如只好暂时妥协。卫东，你先委屈一晚上。你大姐现在情绪不太稳定。我知道了。卫东垂下眼帘，心里却早已翻腾起滔天怨恨。等一切都收拾后，南如烟这才擦了擦额头的汗珠。我摇了摇头。南如烟，没必要。我说了，我过几天就会离开陈家，哪怕他现在所做的事的确让我的内心产生一丝丝裂缝，但前世的种种绝不是那么容易便被抹平的。南如烟认真地望着我。有必要？只要你还在南家一天，姐姐就保护你一天。我的内心再次微微动摇，却也愈发烦躁。他的出现让我不自觉地又一次对亲情产生了幻想，但理智告诉我，他一定另有目的，我绝不会重蹈覆辙。我不需要你的保护，你出去吧。南如烟默默地转身离开，刚出门就撞上了迎面而来的南姿。你来做什么？我想找南艺谈谈。南姿的话语结结巴巴的，身后好像还拿着什么东西。没什么好谈的，你回去吧，他已经休息了。我只是想问问，南艺为什么要砸掉我送他的玩具？说着，南姿把手里捡到的玩具碎片递了上来。南如烟看着那堆碎片，顿时了然于心。毕竟前世南姿是第一个意识到是我们对不起南艺的人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是卫东故意摔坏你送给南艺的玩具？此话一出，南姿愣了一瞬。怎么可能？卫东他很乖的，怎么会故意？那你想想，卫东他明明什么都不缺，为什么偏偏对你送给南艺的玩具感兴趣？我会去问问卫东的。你觉得他会承认吗？卫东隐藏了这么多年，怎么可能？你问什么他就说什么。随后南如烟贴近南姿的耳边小声说着什么。这样真的好吗？要是卫东真的没问题的话，被他发现岂不是很伤他的心？此时的卫东正站在保姆间，面对狭小的空间怒火中烧。南艺，你给我等着！忽然敲门声响起，卫东连忙整理好情绪，恢复了那副无辜柔弱的模样。卫东，你还好吗？我来帮你打扫一下房间。随后南姿趁着卫东不注意，悄悄将他手机通讯录中南艺的联系方式替换成了自己。在点下确定的一瞬间，南姿还是犹豫了。对不起，卫东，要是真的是我误会了你，我一定要好好跟你道歉。回到自己的房间后，犹豫了很久，终究还是拨了出去。而另一边，卫东看到来电显示居然是南艺，一晚上受的耻辱彻底压抑不住，直接接起电话。南艺，你是不是很得意啊？听着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，南姿彻底怔住了，她几乎无法相信，这恶毒的语气竟出自卫东。南艺，你等着吧，我会把你真实的东西一件一件的全部毁掉。说罢，他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我可不怕南艺会录音我们的对话，就算他把我说的话放给南家人听又怎么样？我完全可以反咬一口，
说是他陷害我。现在科技这么先进，伪造声音简直易如反掌。到时候可以看看南家人是信我，还是信南艺这个臭名昭著的野孩子。听着电话那头嘟的一声，男子有些无力地瘫坐在地。怎么可能？明明卫东一直都很乖的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打算趁南家人还没起床，早些去学校，省得再受他们的冷眼。可刚下楼，却发现南如烟好像知道我会早起一样，早早地坐在餐桌前等我。南艺，快过来吃早餐，这些都是姐姐亲手做的。你先吃吧，我不饿。南如烟不给我拒绝的机会，直接拉我坐下。你是不是嫌弃姐姐做的早餐啊？没有。见状，我也只好随便吃了些。就在这时，听到动静的南府下楼看见我们，顿时眉头一皱。为什么不等我们一起吃饭？简直是不像话！这还有个一家人的模样吗？我直接起身就要离开。我可不想与南晴发生无所谓的争吵，反正到时候都是我的错，习惯就好。没想到下一秒，南如烟直接起身，冷眼看着南晴。等你？你什么时候等过南艺？你作为父亲，还好意思说出这番话来？嘴上说着一家人，你什么时候把南艺当做一家人了？你知道他一直住在保姆间吗？知道他每天自己挤公交去学校吗？你现在说什么一家人？要我是你都没脸说。反正我现在就2个字：发疯。谁敢欺负南艺，我就跟谁发疯。面对南如烟的轮番轰炸，南晴一时语塞。他自己不跟我们说，我怎么知道？难道他是哑巴？我作为南家的家主，每天要处理多少事？我只是有些疏忽罢了，我有什么错？南如烟冷哼一声，南艺没说过，还是你视而不见。还有，过几天就是南艺的生日，到时候我会告诉所有人，南艺才是我们南家的真少爷。撂下这句话，他拉着我转身离去。你给我站住！南晴气得脸色发青，这个南如烟居然敢这么跟我说话！等等，他刚才说了什么？告诉所有人南艺才是真少爷，绝对不行！南艺这种不学无术、喜欢惹是生非的人，说出去岂不是丢南家的脸面？绝不允许有人让南家的颜面受损。而此刻，正走下楼梯的卫东也听见了刚才的对话，他紧握拳头，眼中满是戾气。不行，我绝不会让这件事发生。把我送到学校门口，南如烟才转身对着我说：“以后姐姐每天都来接你好吗？”看着他认真到几乎执拗的模样，我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我过几天就走，不会麻烦你太久。听到我的话里，南如烟也并没有感到意外。我知道南艺是真的下定决心要离开南家，但这几天我也会把握住机会，努力把他留下来。到时候你要是真的一定要离开南家的话，姐姐陪着你好吗？而这次我并没有说话。看着我离去的背影，南如烟也是收起脸上的温柔，变得如同往常那般冰冷。我必须先找到卫东诬陷南艺的证据，这并不难，毕竟我前世找到过。真正困难的是找到他亲生父母的藏身之所。前世我虽然知道卫东早就与亲生父母相见，甚至让他的亲生父母对南艺下手，可我并不在现场，也不清楚他们藏在哪，更不知如何找到他们偷换孩子的证据，这些都得我亲自调查。与此同时，卫东已经找上了自己的亲生父母，只是与前世不同的是，这次卫东直接拿出500万递到他们面前。卫东父亲望着那张黑卡，当场便答应了下来。下午，当我放学来到校门口，发现南如烟早早便在门口等候。让我意外的是，南子也一同前来。看到南子居然也来了，南如烟就明白，应该是昨天晚上他给南子织的招奏笑。南艺，姐姐来接你了。见到我出来，南子居然抢在南如烟之前迎了上去。接我？你确定？我愣了愣，这男子是不是烧糊涂了？来接我。姐姐还把这个修好了。见我态度冷淡，男子赶紧从包里拿出修不好的玩具，递到我面前。我看着那满是裂痕的玩具，眉头微蹙。昨天他不是还说不过是个破玩具吗？你还是拿回去吧。错，不过是一个破玩具罢了，我为什么要去珍惜呢？感受着我就这么从他的身边走过，男子眼前一片模糊。明明之前弟弟是不会这么对我的。南如烟忍不住叹了一口气，人总是这样的，总是等到失去无法挽回才懂得后悔。之前的我同样如此。当我们几人回到南家时，南雪早已守在门口。见到我的瞬间，她直接冲上去一把拽住我的衣领，说：“为什么你会住在卫东的房间？”滚开！我直接甩开南雪的手。我才懒得向他解释什么。你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！你现在立刻给我滚出南家！南雪几乎被气疯。这个南艺现在居然敢对我这个姐姐动手了！你要干什么？南如烟停完车刚进大门就看到了眼前的一幕。这个野孩子竟敢欺负卫东，不狠狠教训一顿，他还真要上天了。话音刚落，南如烟的耳光毫不留情地落在他脸上。你忘了我之前跟你说了什么吗？现在就给南艺道歉。南雪彻底懵了。你凭什么打我？就为了这个野孩子？南如烟在听到这句话后，刚想再次抬起手掌，却又停在了半空中。你打啊！这个家有我没他，有他没我。说完，南雪便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转身跑了出去。望着他愤然离去的背影，南如烟叹了一口气，希望他能早点醒悟。这时，听见争吵声的南晴与刘如也走了过来，而卫东也回来了。看到他，男子立刻冲上前质问：“卫东，你跟姐姐说实话，之前你是不是故意摔坏我送给南艺的玩具？”此话一出，所有人的目光顿时聚集在两人的身上。卫东有些慌了，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才会让男子这么问他。
看着他有些慌乱的模样，兰姿的内心其实已经知道了答案。你现在承认错误，跟你南艺哥哥道个歉，姐姐不会说什么的。我没有。卫东的眼眶瞬间变得通红起来。卫东，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肯说实话？兰姿此时也是泪眼婆娑。为什么都这个时候了，卫东依旧是死不悔改？要不是昨天晚上的电话，我都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居然是真的。好了好了，肯定是你误会了你弟弟，卫东怎么可能是故意的呢？刘如连忙上前将卫东护在身后。我也不相信卫东会故意摔坏南姿送给南艺的木偶。南如烟冷笑一声，误会，妈，你还真是偏心啊。此话一出，刘如愣住了。如烟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可能偏心？南如烟不再多言，直接夺过卫东的手机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拨出南艺的号码。下一秒，兰姿的手机铃声响起，卫东顿时脸色煞白，整个人如坠冰窟。难道昨天晚上我对南艺说的那些话都被南姿听到了？现在你明白了吗？南如烟直接把卫东从刘如的身后拽了出来，接着拉到我面前，给南艺道歉。卫东仍想狡辩，却被他一声厉喝打断。快点！对不起，南艺哥哥，我只是害怕你会抢走大家对我的爱，我真的好害怕。说完，他便直接哭出声来。但南如烟可不吃这一套。什么叫抢走？那本就该是属于南艺的，你才是那个鸠占鹊巢的人。南艺跟姐姐上楼。说罢，他不顾卫东那面如死灰的表情，直接带着我上了楼。至于南姿，也是有些失魂落魄的从卫东的身旁走过。南姿姐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真的只是太害怕你们会抛弃我。你好自为之吧。说完，南姿也不再停留。时间很快便来到生日宴的前一天，南如烟也是按照前世的记忆，调查出之前卫东冤枉我偷项链的证据。不过，卫东亲生父母的踪迹到现在还没有任何进展，但他也不会放弃。他现在已经开始着手调查当年医院的记录。虽然事情已经过去10几年，但只要记录还在，我就是一个人一个人的排除，也迟早会把那2个垃圾东西挖出来。就在南如烟准备出门接我时，却被南晴拦下。如烟，我想跟你谈谈关于南艺的事。听到这话，南如烟唇角微扬。父亲无非就是害怕我在生日宴上爆出南艺才是真少爷的消息，害怕南艺会给南家丢脸罢了。行啊，你说吧，我听着就是。如烟，现在公布南艺才是南家的真少爷，对南家、对卫东，还有对他自己都不好。你想啊，他成绩不好还总惹事，外人要是知道这样的孩子是南家人，会怎么看我们？再说他现在过得好好的，忽然让外人知道身份，难免会有心之人打他的主意，这不也是为了他的安全着想？还有就是卫东，他毕竟在我们南家生活了10几年，等过今年安稳下来再说也不迟。爸，难道那所谓的南家名声就这么重要吗？什么意思？我难道不是为了你们好吗？爸，别装了，你话里话外的意思都是对南家声望的担忧，你真的考虑过其他人吗？南如烟毫不留情的话语，就好像尖刀般直插南晴的心脏。被戳破心思的南晴脸色顿时变得难看。你懂什么？要不是南家，你能有现在的成就吗？要不是南家，你们凭什么过上这么好的生活？反正这次生日宴，你不许提起南艺，听到没？南晴的声音再次变得强势起来，甚至带着呵斥的意思。我听见了，但我还是会说。南如烟无所谓的摆了摆手。你说你的，我做我的。你是要气死我吗？南晴青筋暴起，抬起手直接给了南如烟一巴掌。下一秒，南如烟的脸颊迅速红肿了起来。老秦，你干什么？碰巧刘如刚好撞见这一幕，直接冲过来死死地拉住南晴。你再给我说一遍试试看！南晴怒气冲天地瞪着南如烟，而南如烟却神色淡然。南艺的事我说定了，有种你就打死我。还有南氏集团我会做到海市第一。说完他转身离开。回到车上，南如烟照例提前开车去学校门口接南艺。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连忙化了个掩盖红肿的淡妆。我不想让南艺知道这些。与此同时，随着放学铃声的响起，我出现在了校门口。南如烟立刻下车迎了上来。看到他的身影，我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抗拒，虽然神情依旧疏离冷淡。上车后，南如烟故作轻松地问：南艺，生日快到了，有没有想要的礼物？不用了，我直接拒绝。那姐姐可就随便给你买了，反正到时候什么贵买什么，然后我再亲手做点小糕点，心意和诚意两不误。我看着镜子里南如烟那微微红肿的嘴角，不由得眉头紧皱。等一下，你脸怎么了？此话一出，南如烟有些慌乱。啊，没有吧？你看错了，果然之前的妆容还是无法完全遮掩。我刚开车门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了。那你下次小心点。南艺，你是不是在关心姐姐呀？你想多了。当我们回到家，南晴看到南如烟那还未消肿的脸颊，咳嗽了2声。如烟，之前是我冲动了，你过来一下，我们再谈谈关于生日宴的事。你有什么事就在这说不就行了，何必遮遮掩掩？你……南晴没料到南如烟竟然软硬不吃，气得连吸了好几口气才勉强平复下来。这时，卫东从房间里走了出来，下一秒，他居然径直走到我面前跪了下去。这一幕被刚进门的南姿与南雪看到。南艺哥哥，我错了，之前是我不该摔坏你的玩具，求你原谅我吧。我等的就是全家人到齐的这一刻，我倒要看看你会怎么做。我原谅你。
瞬间全场愣住了。南翼哥哥，我只是……卫东万万没想到，我竟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破口大骂。你说什么？南雪猛地冲上来，一把将卫东从地上拉起，随即恶狠狠地盯着我。南翼，别以为大姐护着你，你就能为所欲为，小心我今天就把你赶出南家。我看也没看他一眼，转身就走。你给我回来！南雪上前就要去抓我，却被男子给拦住了。二姐，你在搞什么？南雪简直要疯了。最近到底怎么回事？先是大姐为了南翼直接对我动手，现在二姐居然也为了南翼拦住我。男子淡淡道：“不要打扰南翼。”二姐，你没看到南翼在欺负卫东弟弟吗？南雪试图挣脱，却发现男子的力气出奇的大。男子冷冷看了一眼被护在身后的卫东，语气平静却坚定：“我只有南翼一个亲弟弟。”此话一出，南雪彻底呆住了。二姐，你在说什么？南如烟也嘴角带笑的望着南雪。小雪，看样子你还是没听见我说的话。算了算了，反正现在说什么他也不会信，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他就不会相信当年救他的人是南翼，而不是卫东。南晴看着眼前混乱的一幕，怒火中烧。够了，都给我回屋去！随着人都各自回到房间，南晴也是叹了口气，来到刘如的身边坐下。老秦，你先别生气了，要不明天让如烟去说吧，反正南翼迟早会被人知道。不行，现在南家还不容易才做到这种程度，我绝不允许南家出现任何污点。说完，他仿佛想起什么，便向刘管家要来了南如烟房间的钥匙。老秦，你这是要……你别管，准备好出席明天的生日宴就好。果然，第二天一早，当南如烟收拾好准备出门时，却发现房门被锁住了。这时他才反应过来，南晴想把他困在家中。好，好，好，这么跟我玩是吧？南如烟冷笑一声，望了眼2楼的高度，沿着管道慢慢爬了下去。当他从正门步入大厅时，刘管家惊讶不已：“大小姐，您怎么？南翼还在楼上吧？”“是的，南翼少爷说不想去生日宴，老爷夫人也没有强求。”“不强求，怕是正合他意思吧？”随即南如烟直接上楼推开我的房门，然后在我懵逼的眼神中，直接拉上我的手便直奔门外。与此同时，海市白金汉酒店，南晴正与几位年纪相仿的中年男人谈笑风生。不远处的卫东，不断的有人给他送上生日礼物。谢谢你们的礼物，谢谢。卫东也是适时的红了眼眶，表现出一副很感动的模样。卫东，这是姐姐送你的礼物，快收下吧。南雪走到卫东面前，掏出一串保时捷车钥匙，顿时众人投来羡慕的目光。谢谢南雪姐姐。这时宴会正式开始的提示声响起，卫东也准备登台，唯有男资坐在角落里，一个人闷头喝酒。别喝了。男资原本想直接甩开，却发现坐在他身旁的居然是南如烟和我。南翼，此时的男资也不管3721，直接扑进我的怀里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南翼，是姐姐错了。此时生日宴正值高潮，卫东站在台上发言：“感谢各位来宾能来参加我的生日。”话音未落，便被一道怒音打断。等等！瞬间，在场的所有人皆是向着那道声音看去。只见南如烟径直朝台上走去，南晴满脸错愕地看着他。我不是已经把他锁在房间里了吗？但是已至此，他也只能匆匆迎上前拦住南如烟。如烟，有什么事回家再说，好吗？家？回什么家？回家再让你把我锁起来吗？此话一出，众人顿时陷入阵阵窃窃私语。南晴慌了神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难道你要毁了南家吗？南如烟看着他焦急的模样，冷笑出声：“我说过，我会把南家带到海市第一。至于你在意的南家声誉，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”说罢，他径直登上舞台。卫东红着眼眶，还想开口解释，却被冷冷一喝打断：“滚下去！别让我说第二遍！”此话一出，卫东彻底不知所措起来。大姐，你到底在干嘛？今天可是卫东的生日！南雪气急败坏的想冲上台，却被南如烟一个冷冽的眼神吓得僵住。你也给我滚下去！今天是南翼的生日。此时，别说在场的宾客，就连坐在角落里的我都懵了。在场的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，南翼才是南家的真少爷，这个卫东不过是个养子罢了。此话一出，瞬间在人群中掀起轩然大波。什么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是吧？我记得卫东说过，那南翼是保姆的儿子啊。对啊，我还听说南翼经常欺负卫东，还偷东西，成绩也差。会不会是这个南如烟偏袒保姆家的儿子，想要把卫东赶走？面对种种质疑，南如烟神色冷淡，仿佛早已预料，只静静等待。一会等我的人到了，就知道什么叫啪啪打脸。此时，卫东正躲在刘如怀中，眼神阴鸷地盯着台上的南如烟。我倒要看看这个南如烟能拿出什么证据来。反正现在所有人都向着我。南晴还想上去直接把南如烟给拉下来，但却被南雪给拦住了。爸，现在把大姐拉下来，显得是我们心虚了。反正大姐也拿不出证据来，到时候看看这些人会不会相信她的话语。就在这时，酒店大门被推开，刘管家带着一人走入会场。当卫东看清楚来人时，瞬间如坠冰窟。来人正是之前被卫东所收买的，用来栽赃陷害我偷首饰的保姆。南如烟冷冷一笑，目光扫向刘如怀中的卫东。别着急，还有呢。随着一段录音播放，整个会场陷入死寂。拿着钱再也不要出现，明白了吗？好的，少爷，我都明白。所有人的目光皆是落在了卫东的身上，卫东整个人都傻眼了。刘如同样是不可置信的看着被他护在怀里的卫东。大家都听到了吧？知道是谁在诬陷南翼偷东西了吧？正当卫东还想解释什么时，南如烟却是对卫东比了个别出声的手势。放心，还不止这些呢。紧接着，
几个小混混被押了上来。把真相说出来，不然的话，你们都知道后果是什么。几人瑟瑟发抖，指着卫东，就是他给了我们1人1万块钱，让我们去欺负南艺。此话一出，瞬间再次引起轩然大波，无数人纷纷对着卫东指指点点。不是这样的，我只是……卫东此时已经待不下，直接转身跑走了。南晴看着眼前混乱的一切，一时间也有些不知所措。南雪彻底傻眼了，我一直疼爱的弟弟，居然心机如此之深。明明哪怕南艺真的回到南家，我也未曾把卫东当作外人看待。为什么会变成这副模样？而南如烟没有去追，而是直接走下台，想要把我带到台上，让所有人都知道谁才是南家的真少爷。但当他来到我所处的角落时，却发现我与南姿都已经不见了。就在此刻，一道惊呼划破宴会的喧嚣：卫东要跳楼了！听到这话，南雪焦急地冲了出去。不管怎样，卫东毕竟曾救过我。南晴与刘如也顾不上旁人，快步跟上。卫东毕竟是我们当亲儿子养了10几年的孩子，虽然做了很多过分的事，但我们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卫东去死啊！天台上，卫东站在边缘，深吸一口气。南艺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只要撑过这次危机，等到我的亲生父母动手，你就会彻底消失。到时候南家还是属于我的。卫东，你可千万不要做傻事啊！刘如哭着想要冲过去把卫东拉回来，却被南晴死死拦住。现在绝对不能刺激到卫东。卫东，你听姐姐的话好吗？先回来，有什么事我们慢慢谈好吗？是我嫉妒南艺哥哥，我是个坏孩子，我对不起南艺哥哥。卫东的情绪十分激动，好像下一秒便要从高楼一跃而下。卫东，你先下来，妈妈带你去找你南艺哥哥道歉，好不好？是啊，卫东，你先下来好吗？你只是害怕我们会不爱你罢了，这不是你的错。卫东在听到他想听到的后，也是假惺惺的勉强答应下来。与此同时，我背着南姿缓缓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主要是他醉酒后力气出奇的大，死死抱着我不肯松手，我也只好将他一起带走。这时，南如烟追着从宴会出来。南艺，你为什么要离开？让所有人知道你才是南家的真少爷，难道不好吗？我摇摇头，我不需要这个身份，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好意。虽然不知道南如烟为什么要为我做到这个地步，但我还是挺感谢她的，但也仅仅是感谢罢了。我还是会离开南家，我要回孤儿院，你可以先带着南姿回家。不行，姐姐也要跟你一起去，正好姐姐也去收拾一下房间，姐姐说了要和你一起的。我也要跟南艺一起走。此时，原本喝得烂醉的南姿不知什么时候醒了。南艺，不要抛下姐姐。我有些头疼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走了，这些人不应该很高兴才对吗？现在怎么？但南姿也仅仅是清醒了一小会，接着便再次昏昏的睡去。此时，卫东几人回到了南家的别墅，卫东可怜巴巴的模样，好像他才是受害者。我去给南艺打电话，让他先回来。南晴掏出手机给我打去电话，而此时正在前往孤儿院的我接到了南晴的电话。南如烟看着我犹豫的表情，开口说道：“如果不想接，就不接吧。”然而，我最终还是接通了。毕竟待会儿还得回南家，把断绝关系协议书交给南晴。有什么事吗？南艺，你先回家一趟。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有事，晚上再回去。我说完便直接挂断电话。南晴难压怒火，这个南艺真是不识好歹。我们之前的确冤枉过他，但这也不是他这么跟我说话的理由，居然还敢直接挂我的电话。一直到下午，南姿在孤儿院的客房中惊醒。南艺去哪里了？我要去找。这时，我恰好从门口经过。南艺，南姿毫不犹豫地扑了过来，我吓了一跳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被他紧紧抱住。碰巧的是林若离也放学归来，开门便看见他心心念念的南艺哥哥正跟一个陌生女人抱着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这时，南如烟也走了出来，看到林若离，她眼中涌现出一丝熟悉的感觉。毕竟在前世，她曾尽力让林若离帮助自己。要知道，林若离在南艺心中就像亲妹妹一样，但南姿并不在乎这些，依旧死死地抱着我，失声痛哭。这叫什么事啊？若离，我回。我刚想和林若离打个招呼，她却气鼓鼓的直接回了自己的房间。南姿哭了许久，才缓缓松开我。南姿，你要是没什么事情，就先回去吧。我的话让南姿顿时慌了。姐姐要和南艺住在一起。然而我不再理她，径直走向林若离的房间。我先和这个小妮子把话说清楚。南姿还想上前，却被南如烟拦住。先等一会儿吧。当林若离听到我要回孤儿院时，眼中立刻闪现出惊喜。真的吗？但很快，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低声道：“对不起，哥哥。要是哥哥在南家过得好，又怎么会回来？”我笑着摸了摸这傻妮子的脑袋，说什么？就在这时，我的电话再次响起，依旧是南晴打来的。也差不多该回去把话讲清楚了。当我回到南家别墅时，卫东便直接上前抱着我的大腿跪了下去。对不起，南艺哥哥，是我嫉妒你是爸爸妈妈亲生的孩子，都是我的错，你打我骂我吧。我一脚把他踢开。别来恶心我，真以为我还是之前那个南艺？我可不在意这些南家人是怎么想的。南艺，你别这样，卫东他知道错了。刘如上前一把抱住我的胳膊。是啊，南艺，卫东他真的知道错了，他之前甚至……这一幕让站在一旁的南如烟彻底懵了。不是，我都把证据摆在这些人的面前了，他们居然还会向着卫东说话。南如烟直接上前挡在我的面前。如烟，卫东他刚才想要跳楼。南如烟冷笑一声。那他为什么不跳了？此话一出，几人的目光瞬间落在南如烟的身上。南晴怒吼道：“南如烟，你难道非要把你弟弟逼死才肯罢休吗？”他不是我弟弟，你们的脑袋是被驴踢了吗？卫东冤枉你们亲生儿子，你们现在还在为他说话。接着，南如烟走到南雪面前：“你去问问卫东会游泳吗？他
他连游泳都不会，他怎么救你？然后便是刘如。妈，你知不知道南逸才是你亲儿子？你刚才居然为一个冤枉陷害你亲儿子的人说话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刘如哑口无言。还有你南晴，我现在只有南逸一个亲弟弟，别再提卫东了，把你给忘了。南如烟气势汹汹地走到卫东的面前，姐姐我姐你们。他直接上去就是一个耳光，声音那叫一个响。南如烟长长的舒了一口气，果然跟这些人就是不能讲道理。幸好重生后，我没有立刻把卫东的罪行告诉他们，要是那么做，估计他们不仅不会相信，还会打草惊蛇。我都拿出好几项卫东诬陷南逸的证据出来，这些人依旧还是向着卫东，到时候卫东肯定会直接把亲生父母送出国，那可就真的死无对证了。此时卫东对我与南如烟的怨恨已经达到了顶点，他捏紧拳头，过几天南逸就会知道什么叫痛苦。下一秒，我拿出一份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协议。当协议递到南青手中时，他愣了片刻，直接狠狠地将协议摔在地上。你是什么意思？这时众人才看清上面的几个大字：断绝关系协议书。南逸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刘如急忙走到我面前，想要拉住我，却被我后退一步躲开。签与不签，你们自己决定就好。我今天晚上就会搬出去。刘如还想说什么，却被南晴直接拽了回来。老秦，你干什么？让他走，我倒要看看他离开南家怎么活下去。真以为我不知道，这个南逸不过是想拿这个协议书威胁我们罢了。等我们好言相劝，再反悔留在南家。我现在就要看看这个南逸敢不敢走。就在南晴还在幻想时，我早已回到楼上收拾东西。南晴看到我上楼，以为我不敢再与他争执，回房间躲了起来，冷哼一声，算南逸还有点脑子，离开南家南逸什么都不是。但南晴没发现的是，南如烟就这么倚靠在房门边缘，一副看小丑的表情。好了，这件事就这么到此为止，都各自回去吧。卫东，你若是再敢惹是生非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卫东哭着点头答应，但内心却在狂笑。南逸，你看看吧，就算是我冤枉的你又怎么样？我还不是哭几声道个歉就能被原谅？真是笑死人了！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给我滚回房间去！南晴看着依旧纹丝不动的南如烟，不由得火大。回什么房间？我等南逸下来跟他一起走。这话一出，刘如和南雪都露出震惊的表情。如烟，你在说什么啊？南逸不是已经回房间了吗？你不要开这种玩笑。大姐，你别傻了。南逸怎么可能舍得离开南家？他现在可是公认的南家真少爷，享受还来不及呢。南如烟毫不在意的摆摆手，等过段时间我会把一些证据摆在你们面前，到时候别后悔。正当众人听着南如烟的话一头雾水时，我收拾好东西从楼上下来。姐姐帮你拿着。南如烟连忙接过我的行李箱，和我一同走出南家别墅的大门。瞬间，所有人都傻眼了，南晴更是愣在了原地。他怎么会？当我重新回到孤儿院时，林若离立刻冲上来，紧紧抱住我不放。好了好了，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我笑着摸了摸林若离的脑袋，林若离直接捂住自己的头顶。不要摸，我不是小孩子了。南逸哥哥，生日快乐！这时，孩子们一个个走上前，为我献上生日礼物。南如烟靠在一旁，等待这群小萝卜头们结束后，再单独给我。而此时，南姿刚想上前把礼物送给我，就被南如烟一把拉了回来。大姐，你做什么？我要把礼物给南逸。二妹啊，你不会给南逸的礼物还是那个玩具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南姿有些惊讶地拿出藏在身后的玩具，这次玩具看上去就好很多，显然是经过精心修补的。南如烟不禁扶额，你觉得南逸会收下吗？南姿微微一愣，南如烟拍了拍她的肩膀，你都明白，就不要再骗自己了，听姐姐的，慢慢来。说完，南如烟越过南姿走向我。南逸，这是姐姐送给你的车，还有姐姐亲手做的小饼干，你一定要收下。看着南如烟手中那迈凯伦的车钥匙以及那一盒小饼干，我只收下了那一盒小饼干。谢谢，这个就足够了。与此同时，魏父魏母接到了魏东的电话。我不管你怎么样，就这几天给我搞定南逸，听到没？魏东完全慌了，他明白虽然南逸离开南家对他来说是件好事，但南逸在南家人心中的地位已经渐渐超过他。我知道了，魏东你放心吧，为了那500万，我说什么也要拼一把。之后几天，南如烟凭借着重生的优势，接下几个国际大单子，各种决策也是毫无纰漏之处。可以说，现在南如烟在南氏集团的地位与声望，已经超过南晴这个董事长。而这时，南如烟突然接到下属的电话。好的，跟紧那2个人，警方那边我已经沟通过了。魏东终于忍不住要对南逸动手了。我这次不仅仅要抓魏东亲生父母的现行，还要把魏东一同送进去。与此同时，学校门口2个身影时不时地朝向门口望去。魏母还是有些害怕地拽了拽魏父的胳膊。老公，要不我们还是再等几天吧，我怕……但魏父此时早就被那500万冲昏了头脑，直接一把甩开魏母。等什么等？不过是一个高中生罢了，现在就动手。只是2人不知道的是，他们身后正被4、5个大汉死死盯住。正当我走进一条比较偏僻的小道时，魏父再也按捺不住，缓缓向我逼近。可下一秒，他像是感受到什么，身体却突然僵住。当魏父缓缓回头时，便发现几个彪形大汉正对着他笑。走吧，我们有好多事要跟您2位聊聊呢。与此同时，刚回到南家别墅准备取文件的南如烟接到了下属的电话。抓到了是吗？
那就好。南如烟此时心里那一直悬着的巨石，终于平稳落地。看来故事要接近尾声了呢。我会把所有的证据摆在这些人的面前。刚推开这扇大门，南晴便出现在他的面前。你还知道回来？如烟，这几天你和南一去哪里了？妈妈很担心你们。南如烟有些疑惑地看着刘如。你既然担心我们，为什么不来看看我们呢？刘如刚想说话，便被南如烟直接打断。哦，该不会又是怕你那个养子伤心吧？你现在真是越大越没有规矩了，怎么跟你妈说话呢？天天就知道规矩名声，你还知道什么？我可是短短几天便让南氏集团迈入一个新阶段，您的规矩名声能做到吗？南晴虽然很想反驳，但南如烟说的的确没错。就在南如烟准备上楼的时候，突然想到什么。如果我说卫东想要害死南艺，你们相信吗？如烟，你在说什么啊？卫东他怎么会？好了好了，不用说了，我都知道。南如烟摆了摆手上楼去了。我早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。刘如看着南如烟上楼的背影，心里充满疑惑。南如烟为什么会说出刚才的那一番话来？卫东虽然有时候会犯糊涂，但本心不坏的。与此同时，一座废弃的工厂内，魏父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，南如烟的身影缓缓出现。南总他都交代了，这是录音。看着手里的录音，南如烟满意地对着几个壮汉摆摆手。几个壮汉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，直接拖着魏父向外走出。这一幕直接把魏父吓傻了。我什么都说了，你们不能杀我。南如烟十分无语。真是的，谁要杀他了？我可是遵纪守法的好人，怎么会做出那种事？当然是把罪犯交给警察叔叔，让这种人接受法律的制裁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卫东，接下来注定是不眠之夜。当南如烟带着几个保镖回到南家别墅时，正好遇见了刚要回家的南雪。大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待会你就知道了。突然，南如烟似乎想起了什么。你不会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卫东会不会游泳吧？南雪愣了一下。大姐说的没错，我到现在也没好意思去问卫东。看着南雪那副模样，南如烟无奈地叹了一口气。罢了罢了，跟我来吧，待会你就明白了。随着南如烟推开南家大门，刘如也是有些惊讶。如烟，你这是？南晴同样满脸不悦地看着南如烟，怎么又回来了？但南如烟此时却是一改常态，面对南晴的指责依旧是笑语盈余。卫东呢？刘如有些慌张，连忙走向南如烟。如烟，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，别。这时，卫东听见楼下的动静，急忙走下楼梯。姐姐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要是姐姐想为南艺哥哥出气，我愿意受罚。大姐，你看卫东他已经知道错了，我相信南艺他也不会计较什么的。南如烟点点头，看向一旁的南晴。爸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我已经教训过卫东，我说过这件事就……话音未落，南如烟掏出之前准备好的录音笔，当众播放。当年是我们在医院故意调换卫东与南艺，卫东早就与我们相认，每个月都会给我们钱。卫东给了我们500万，让我们除掉南艺。随着一句句录音的播放，卫东的脸上已经再无半点血色。卫东，这声音你应该很熟悉吧？卫东摇头往后退，却被几个保镖紧紧按住。放开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这时，南家别墅外传来了警笛声，直到卫东被铐上手铐，仍然处于蒙圈状态，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就被直接带走。此时，南晴、刘如以及南雪也都愣住了。如烟，这些都是真的吗？南如烟叹了口气，或许吧，也许一切都是一场梦。但至少现在的一切都是真的。刘如愣愣地后退了2步，几乎瘫倒在地。幸好南晴眼疾手快，一把抱住了他。南艺现在在哪里？我要去见他。刘如直接推开南晴，冲到南如烟的身边，眼神中满是恳求之意。我带你去就是。南如烟自然是没有拒绝。反正我该做的已经做了，该提醒的也提醒了。至于南艺会怎么做，我无权干涉，也不想干涉。随着敲门声响起，我还以为是南如烟回来了，也就没多想，便打开了大门。只是当开门的一瞬间，看着面前那4道熟悉的身影，我眼眉微微上挑。你们这是来？刘如看着我，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，甚至哽咽的无法说出话来。这大晚上的，整这出不太好吧？我有些尴尬，最后还是南如烟站出来对我说道：“卫东已经被警方带走了，他们也都知道。南艺，当年到底是不是你救的我？”南雪越过刘如，死死抓住我的手，眼睛布满红血丝。是我救的，反正救与没救，现在都没那么重要了。南雪听后，眼神充满惊愕。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你不也没说过吗？要不是前些天南如烟跟我说，我也不知道原来几年前从河里救下的人居然是南雪。不过这些嘛，早就无所谓了。南艺，跟姐姐回家好吗？不用了，我现在过得挺好。南艺，姐姐求求你了，给姐姐一次机会吧。看到我毫不犹豫的拒绝，南雪居然直接跪了下来。南如烟和南姿都惊讶地看着南雪，没想到她能做到这一步，但我并没有因此改变决心，默默向后退了几步。你快起来吧，我不会回去的，这里挺好的，你不用担心。南雪还想继续请求，却被南如烟扶起。没必要，南艺不会回去的。这话一出，南雪彻底崩溃，躲在南如烟的怀抱里失声痛哭。南艺，之前是爸爸对不起你，只要你肯回来，爸爸什么都答应你好吗？之前的我似乎错得很离谱，只是为了南家的名声，便一心不想认下这个被交换了16年人生的亲儿子。可到头来才发现，我才是那个真正被蒙蔽双眼的瞎子，更是一个失败的父亲。这一路上我也在思考，我这些年来为什么会变成如今这副模样。听着南晴的话，
我不禁抬头看他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南晴这么对我说话。不用，你们并不欠我什么，我也不会回去了。这时刘如上前将我抱住。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是妈妈对不起你。明明之前南如烟便把卫东诬陷南艺的事情公之于众，我却依旧止不住的去偏心卫东，哪怕南艺离开这个家，我都未曾舍得对卫东狠心。偏心的人总是不断的欺骗自己，认为自己没有偏心，可事实摆在眼前，后悔又有何用？我缓缓推开刘如的怀抱。你们先回去吧，这么晚了。说罢，我将几人推出门外。南艺，姐姐还能来看你吗？最后，南雪擦干眼泪，哽咽着问我：“随便你，早点回去吧。或许之前的话，我会非常愤怒的赶这几个人离开，但现在我已经不会在乎那么多了。那姐姐就先回去了。”上车前，南晴与刘如还想掏出几张银行黑卡塞给我，却统统被我拒绝。南如烟急忙把他们塞进车里。早点回去吧，路上小心。看着几人依依不舍的离去，南如烟长长的叹了一口气。我原本是想把南艺留在南家，可到头来还是没有改变这结局。哪怕我重生回来，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太过孱弱。又或者说，我一个人如何能够撼动偏心与成见这座高山？此时，南晴正开着车向着南家的方向驶去，后座里的南雪与刘如更是不停地流着泪。老秦怎么办啊？南艺他该不会一辈子都不原谅我们吧？南晴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我不知道。突然，一直默默流泪的南雪猛地抓住刘如的手。那我就每天去找南艺，我相信总有一天，南艺会原谅我这个姐姐。隔几天去一次吧，不要太过打扰南艺。为什么？难道每天都去，不是更加显得真诚吗？你难道没发现，离开了南家的南艺更加快乐了吗？本庭宣判，被告人卫东判处12年有期徒刑。随着锤子落下，卫东拼命的挣扎，似乎想要挣脱狱警的束缚。南艺，你给我等着瞧！但我根本不理会卫东的叫嚣，径直走出法庭。时间飞快，高考已然结束，而沈幼楚的生命也即将走到尽头。正当我打算带着沈幼楚走完这最后一程，去看看大好河山时，南如烟却给我带来了一个惊天好消息。好的，我马上带幼楚去。当我带着沈幼楚赶到南氏集团时，南如烟与那位老先生也是早早的在门口等候。幼楚，快过来！南艺，你就在门口等着。看着沈幼楚被送进实验室的手术间，我深吸一口气，默默为他祈祷。待手术结束后，我第一时间上前询问。放心吧，虽然这颗心脏只能维持3年的时间，但我相信过不了多长时间，这项技术将彻底成熟，到时候沈幼楚的心脏将与正常人无异。不过现在的沈幼楚终于可以报考他喜欢的大学。于是二中2位学子被清北录取的新闻迅速成为海事新闻热搜的头条。不知道又是过去多久，我只知道这是我与沈幼楚第2个孩子出生的日子。此时的我是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工作，回到家中，见到我回来，女儿立马迈着小短腿向我奔来。爸爸，我一把抱起这小妮子，同时给她比了个嘘的手势。而这小妮子见到我手里的那一支玫瑰花，也是立马心领神会。爸爸，快去吧！我轻轻地放下这小妮子，蹑手蹑脚地来到厨房，接着一把从背后抱住正在做饭的沈幼楚，把那一束玫瑰花递到她的面前。哎呀，都结婚这么久了，还整这些做什么？尽管沈幼楚嘴上这么说，但她的脸上已经显现出明显的红晕，眼中藏不住的惊喜。嘿嘿，老婆大人喜欢吗？喜欢。对了，刘阿姨呢？今天你怎么亲自下厨？刘阿姨家里有点事，我就让她先回去了。那等我回来做饭不就行了？你现在可是我的大宝贝，万一出点事怎么办？我没那么脆弱，反倒是你，白天上课，晚上还要处理公司的事情，做饭的事怎么能再麻烦你了呢？我在当上大学教师后，也是创立了自己的科技医疗公司。我想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教育与拯救更多的人。但我可不管这么多，直接扶着沈幼楚走出厨房，接着轻轻地将她放到沙发上。你不是一直想吃我拉的面吗？今天我就再给你们娘俩露一手。此话一出，一旁的小妮子也是非常期待地看着我。突然，沈幼楚的肚子感到一阵剧痛，听到沈幼楚的呼喊声，我顾不上其他，立刻抱起她开车赶往最近的医院，同时提前通知医院做好准备。在医院的产房外，我焦急地等待着。小妮子趴在我的腿上，不停安慰着我。放心吧，爸爸，妈妈不会有事的。我突然想起很多年前沈幼楚第一次做心脏手术时，我也是如此焦虑不安。这时正巧在京市出差的南如烟也是第一时间赶到我身边。幼楚怎么样了？正在。我话还没说完，医生便通知家属可以进来看一眼了。我与南如烟也是立马起身。小妮子看着刚出生的弟弟，满眼的好奇。南如烟同样也是开心的笑着。小妮，以后可要照顾好弟弟哦，不要像姑姑们一样。谁敢欺负我弟弟，我就揍他！小妮子捏紧拳头的样子也是十分的可爱。